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今天我们来讲《电锯人》第2季的101话。上一话讲到，三鹰将虽然日常遭受同学们的霸凌但是他终于交到了新朋友优子，两个人的关系急速升温。第二天，三鹰将把鞋子还给了优子。虽然优子之前说这双鞋已经送给三鹰将了，但是看着三鹰将害羞的表情优子马上就明白了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趁热打铁表示今天放学之后要邀请三鹰将一起去街上打恶魔。根据我多年看恋爱番的经验掌控了对方的课余时间，恋爱呢也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并且优子的情商还真是没得说。他还强调自己也很讨厌学校里那些阴阳怪气的同学。这样一来呢，站在同一阵线的两位少女便约定好了。镜头呢也随之转换到了嘈杂的街头，两个人一边吃着臭鱼烧，一边说到今天章鱼哥怎么没有来学校呢？看来狩猎恶魔的事情只能靠自己了。之后他们聊起了加入恶魔猎人社的初衷。优子提到恶魔猎人收入不菲，而且自己的家人也被恶魔杀害了。成为恶魔猎人既可以得到收入，同时也能完成复仇。三鹰将一听，哟，这么巧你全家也死绝了。这种相同的悲惨身世马上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三鹰将连说话的表情也变得和普通女生之间聊天的时候一样了呢。最后呢，优子已经有些兴奋过头的开始畅想未来了，讨论要和三鹰将成为组合什么的。虽然三鹰将表面上有些害羞的勉强答应了但是从他略带笑意而又平和的眼神中不难看出他已经被优子拿捏得死死的了。这时优子离开要去上个厕所，三鹰将扭头一看，战争恶魔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旁。恶魔说道，优子既然这么喜欢你那么把他杀掉之后一定能够变成一把非常不错的武器呢。三鹰将人直接麻了，我操，老子的桃花运才刚来你就打算给我掐断而恶魔则是表示，你杀掉同伴时的罪恶感越强能变换出的武器也就越厉害。三鹰将虽然不一定爱慕优子，但是他对优子已经产生了依赖的感情了。他表面上和恶魔争吵了起来，心里呢却是一直盘算着找个什么借口岔开话题。虽然恶魔也知道三鹰将的这点小心思但是两个人最终还是聊到了称呼上的问题。二人共用一个身体却从来没有用正式的名字称呼过对方，属实是有点见外了。恶魔想了想，妥协道哎呀，姑且先放你们一马吧，等你们关系更好了之后再搞成武器也不迟然后呢，恶魔便给自己取了叶这个名字，这样呢也和三鹰将招的名字形成了对应。不过由于解说的时候单个字的名字很难读所以我还是叫战争恶魔约尔这个名字吧。约尔表示自己这个人还是很好说话的，只要能够弄死电锯人让三鹰将耍耍小脾气什么的都是无所谓的了。即便约尔笑嘻嘻的对三鹰将如是说道，后者还是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伴君如伴虎嘛，真的是太危险了。但是三鹰将又感觉自己和优子在一起的时候，心情真的是从未有过的开心，哪怕只是为了守护这来之不易的二人世界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和约尔继续合作下去。三鹰将和优子的打怪任务还在继续进行。在街道的某处，一个政客打扮的男人正在慷慨激昂地进行一场街头演讲，他痛斥整个国家对生存的摆烂行为。他甚至直言，造成这种民众缺乏生存危机感的元凶就是恶魔，因为每20个人里就会有7个人死于恶魔人类现在和恶魔正处于交战状态你们怎么还有心情悠哉地享受生活说罢，镜头一转，三鹰将和优子也遭遇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邪恶恶魔。而更加凑巧的是，如图所见正在被恶魔掠杀的人，加上三鹰将和优子，还有一个三鹰将体内的约尔，不多不少正好是7个人我定睛一看哟，这不是电池噩梦的开端蝙蝠恶魔吗？要是没有你电池就不会被帕瓦给坑麻了第一次
看见这种血腥真实的凶杀现场啊，山鹰酱和优子都被吓得大气不敢出，而这时约尔却一副没事人的样子啊，在山鹰酱的耳边说道：告诉你2个坏消息啊，第一，我们目前打不过这个蝙蝠恶魔啊。What the fuck？ 你不是战争恶魔的吗？打不过蝙蝠是个什么鬼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更糟糕了，那就是山鹰酱的身体啊，好像有 bug。他在陷入极度恐慌的情况下，约尔无法操控他的身体实现变身。现在约尔只能要求山鹰酱趁着蝙蝠吞噬其他人的时候，悄悄咪咪的跑路了。结果就只听得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山鹰酱和优子终于认识到了社会的残酷啊！他们握着手中那滑稽的武器，使出吃奶的劲儿啊，开始要逃命了。面对背后紧追不舍的蝙蝠恶魔啊，约尔是气得只有干瞪眼。但是我冥冥之中感觉到啊，约尔这种人该不会就是恶魔世界里的山鹰酱吧？明明顶着个战争恶魔的名号，却是个光杆司令。没有武器的话，连个蝙蝠恶魔都打不过啊，更别说还被山鹰酱踢出账号，无法登录。我建议啊，约尔直接和大将绿牛组队吧，组合的名字我都给你想好了，就叫臊皮二人组。本话结束。